同理啊，你看为什么轻轨会放那么多站？你以为嘞？对啊，你以为是便利民众的交通需求？你以为嘞？我们高雄的轻轨很特别哦，有来过高雄玩，应该都很有印象。那个轻轨站是不是袅袅小小的，就一个很像公车站这样，它只是套铺轨道。我要表达的是，它建设成本低，对不对？它不像捷运地下化，要挖又要干嘛，然后做那个电扶梯要好几个出入口，里面也要放厕所怎么样？要人在里面上班，轻轨不用。轻轨就是个走铁轨的公车站，等于是这样嘛，对不对？一样适用，它一样适用奖励容积这是不是蛮作弊的？对啊，所以为什么轻轨是嘿啦？就当然是跟你讲说是民众搭车怎样怎样那实际上是什么？你看半径400公尺的范围里头奖励容积对。那高手怎么做？高手早就在这个轻轨还没开通之前还是交通大打劫还在施工的时候，附近的人被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就跑去说要买了，他就买在400公尺内不是要等，就要等这种东西啦，知道吗？都更完的房子要卖吗？我会这样选，这样 CP 值最高。先说结论卖不卖是都可以，这是人生的乐透呢。要是被你中了，很爽啊，超爽的暴富啊！那个不是提早10年退休，可能提早20年退休。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捏着不会卖。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装潢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都更完的房子要卖吗？就分回来的这是来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有一位会员来问我说，他房子被都更了，那他要卖掉还是要自己留着这样？你看这个人生乐透。那我们现在来讲都更完的房子多久可以卖先说结论，马上可以卖马上。你看这张图画红框的部分，这我从国税局抓的个人及营利事业参与都更或围绕重建取得房地后第一次移转，维持税率 20%， 也就是说你是都更完的分回那不用像我们在那边等什么，就把房子要放6年5年要满这样，他第1年卖掉那房地合一税也是 20% 而已，所以就是看他自己怎么想那我看起来是都可以。那我等一下会讲说继续持有跟直接卖掉的好处，然后再聊一下钉子户之前我不是有说凤山车站有个钉子户，对不对他妥协了，就是那个凤山空中凤城，他抗争了8年，最后还是妥协了，所以之后凤山车站那边的五权路会被打通。另外你要知道，不要拒绝都更，真的不要拒绝这边我打岔一下，就是说如果有建商来敲门要跟你谈都更的话，我的建议是你最好是答应不要去当那个钉子户。黑暗面什么事情我就不讲了钉子户会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的房子等级不够，等级不够是说你的位置卡的不够漂亮的话，你有可能是会被放生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政府的案子，还跟你们沟通8年那像这个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我来念一下这张图就是在高雄的三多商圈三多商圈捷运站那边有2个百货公司，星光三月跟收购大楼，它中间有夹一栋大楼，你知道吗？这个当地人都很少知道，就是路过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大楼，还以为是什么百货附属设施它是有独立门牌夹一个大楼，都没有在用的大楼你下次去可以看，它就是2个高高的百货公司夹起来，真是夹起来，连防火巷什么的都没有它12楼高呢这个最强钉子户15年都空租了然后他也没卖掉这样，这不是我讲的这新闻讲的。我来念这个新闻上红线的地方，就他之前开出 1.6 亿要卖，近期重新以月租金40万来招租，屋主就说他看好亚湾的后市改售为租。在地的仲介指出，该栋建筑之前也有租也有卖过，印象中控制了15年你看有钱人的钱又不是钱我们那边控制几个月就该叫15年，他根本没差，表示他不是靠这个收入在吃穿的对啊，他的地段这么好的地方，那个热不热闹来说起码那边三多商圈高雄的地王土地最高的成交价格还是在那边你说这个地方未来会有人来谈都更吗？未看先猜，应该就是被放生了被放生。为什么？怎么都更2栋百货要拆掉重盖可能可以吧，民国250年的时候吧，就很夸张这就是当钉子不是爱当到被放生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不要去跟人家玩什么什么最后一个怎么样，你要抬价钱或者怎样。以前呢那个都更会死，你知道吗？你当钉子户你会死
就是正义国宅案，这个在台北都很多啦，就钉子户钉到底，然后一户破房子要跟人家开3亿哦，然后建商就请了枪手，打早上遛狗的时候从后面把它毙掉，这样突然全部的钉子户就撤，为什么？因为想说在那边跟一下，哦，原来会出人命的哦，会被干掉的。现在当然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正义国宅案很有名啊，就是那个 Diamond Tower 嘛，在忠孝复兴那边。好，那我真的是建议有建商来敲门就答应就对了哦，答应就对了。除非很特别，就是说你也只有一个房子在住，然后你的房子要被都更，那可能就会出现一点点问题哦。有人说，如果你只有一间自住，然后被都更，哦，那会是一场人生的噩梦什么的，那个就再说。会看我这个频道的，应该像我跟会员回答问题，大家房子都蛮多的哦，至少除了自住以外，都还有几户在自产，然后再用一些比较高等级的变化球这样。所以我的会员朋友们应该是不会遇到这个情况。总之就是说，建商来敲门你要答应。当然，现在的都更的法规又变成说要几%同，又变成说我先答应的人是吃亏的，因为我要搬出去，我要干嘛？前提就是说那是你自己在住的房子要被都更的。那房子比较多，狡兔有3窟，你有多的窟可以跑，这件事情就还好。好，最后你要知道，都更之后你该怎么选哦？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说卖掉跟继续持有的好处哦。来，第一个就是卖掉。那你卖掉的话，当然就是怎样谋取暴利啊，这真的是暴利呢。你手上会多一大笔钱呢，这个钱是你存啊、你工作啊都拿不到的钱，就天上掉下来了这样哦，你就等于是就可以退休了，想干嘛干嘛。那你如果拿到的分红的条件非常好，就是你祖先有保佑你的话，真的哦，世界哦，这个世界这颗地球会变成你的大型游乐场，你已经有门票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等级哦，都更的暴利，因为我们台湾的国家，这个国家很有钱，所以台湾的都更哦。都下你觉得还好？没有，对绝大部分80%以上的国家，你已经富豪了哦，绝对的富豪。这样你想干嘛你就干嘛。如果是我的话哦，我会怎么做？我大概如果我卖掉，我这个钱也是要回房地产啊哦。所以说，在我手上我不会卖，就是这样。而且你看看都更分到新房子这件事情有多难得啊！表示你在这个房价高涨的年代，你还能取得这个几乎不用成本的房子呢。然后是新的租金投报率哦，完全高到靠北哦，所以我会建议，如果有的话，你又不急，你又没有要干嘛，你又没有要匪类或是怎样的话，就留着它慢慢出租，之后用钱不是真贷就好了嘛，成本很低啦，就说你取得成本很低，这个是你都更分回来的一个很夸张的优势。它就是一直下金蛋给你的金鸡母，你就去出租，稳稳的出租，你这辈子应该就叫不愁吃穿，这样才对哦。所以我自己是认为，首先我没有这个机会，我手上没有什么会被都更，然后以后暴富的机会，我手上没有啊。但如果我有的话，我会捏着新房子，然后去看怎么样去做处置，甚至他在起造的时候，我就去跟建商沟通了，这新房子你直接帮我隔套隔好。对啊，就直接来收租了，或是说你有其他的事情要做，生意人很可能会这样哦。你要去买股票，你要去买虚拟货币，你要去拼一个翻身再翻身也都可以哦，那就是你的自由。那另一个做法哦，持续持有哦，就我刚刚讲做法就是这样哦，我一定是选这个，因为它就会怎样，它就会自动变成一个财富永动机，直接拿到净收入哦，不用那边还房贷什么有的没的啊，租金多少是拿多少。那像你这种爱玩股票的人啊，你还可以把房子拿去压理财型房贷你又有钱可以去做股票了哦，这真的是人生等级的乐透哦，就这样，你要去买台积电，还是你要去买0050，还是你要去买鸿海，跟那个现在的总经理输赢通通都行哦，又可以实现一次套利，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不然那个股票怎么会有一个名言叫我知道你还有钱哦，那个钱怎么来的？叫人家压房子啦基本上就是这样。不然那些老 Coco 又没有工作能力的，他们到底钱怎么那么多？压房子来的啦。你也不太可能说你卖掉得到一个巨款，你就怎样给他趴在银行的簿子上那边吃利息，应该是不会吧？这样很奇怪。这个题目不错，这幻想起来的爽度有够人生等级的乐透。如果你手上有一个房子被都跟你分回来，你到底是要继续持有，还是你要卖掉呢？对这几件事情先讲，不然怕忘记。就现在不是房地产吹冷风嘛，这已经是事实了。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跟你分享一下。先说台北台北市、新北市。那台北目前依然持续在成交那成交的行情没有特别的高，也没有特别的低，就行情这样。只是说现在的买方分布已经变成说 50% 是自住换屋那 50% 是财富传承，投资客几乎都离开台北了
那我想这个也不赖嘛，就没有投资客在那边恶性炒作哦。那前面讲到那个50%自住换屋，自住换屋很重要的考量就是小朋友的学区哦，所以蛋黄依然非常坚挺哦。那50%的财富传承哦，那财富传承讲的就是就天龙人嘛哦，有钱的天龙人，那通常都是怎样？长辈就是看生几个小孩，然后每个小孩一人帮他们买一间这样哦，要给小孩的这种属性，所以他那个也没有要投资，也没有要炒作啦，就是保值就好哦，财富传承哦。那你有钱，你要放在全台湾最顶尖的房地产市场哦，来自住换屋或是财富传承都可以哦啊。只是说现在成交在4500万以上，已经是目前的常态哦。我居然还有观众哦，去买超过1亿的大安区房子，然后他们说我台北前辈的团队服务是非常的顶级啊，他们的家族很满意这样。对，所以你要看那些财富传承用的房子或者好学区的房子哦，你就加我前辈的 LINE 小老鼠拜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加了你就看到他的大头贴，那个是助理在顾的，那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这些房子给你参考。OK 啊，那讲完台北讲高雄，高雄的情况是也一样市场降温那之前的乱买乱出价族群就不见了，我认为这样很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专心瞄准重大建设，就比较不会有那外行乱出高价的乱，你知道。那自从我拍了会员影片我会员影片不是说都会拍重大建设嘛？那陆陆续续我拍了高雄的重大建设有，楠梓台积电到凹子底3大开发案、富邦凹子底 BOT 案，到71期4地重划、新高雄火车站，到亚洲新湾区你们观众很奇怪我拍一个重大建设，你们就跟着买一个重大建设附近。高雄我是很有信心啊，没想到说这个观众好像比我还有信心买的比我还贵，买的比我还多真是蛮夸张那看好高雄，你瞄准重大建设，就找我推荐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那在高雄你要卖还是要买那你就给他们一条龙就好了，就跟我一样，我过去10几年都是他们处理的，这是真的那我付的中介费这样子加起来早就超过7位数。那你看我还是愿意推荐他们就是真的很没问题嘛很专业很 OK。 他们的 LINE 是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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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那他们有答应我说会 po 在这支 LINE 的房子是都会挑过就是专门给买房阿元的观众。那这些房子都怎样，都适合自产，也都在重大建设旁边，你可以加那个 LINE 来看看高雄没有台北那么贵祝你自产顺利，来高雄玩得开心，赞赞。讲八卦我们来讲都更的这件事情，然后再来讲都更的房子大概要怎么选。首先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年轻人不要等都更就没有什么好去专门去操作都更的，因为都更这件事情你在台北市、新北市可能还很有机会，可是像我们在高雄，因为建商谁管你都更的？因为现在重划区还是很多那个土地又大又方正，就直接标售就好了，都不用去处理钉子户的事情。高雄市的民间自办都更有个位数的件数，然后建商也被探过，从此就没有要继续跟你，又来了，又是2栋大楼中间卡的公寓就又是这种。好，那我个人拼都更是房地产的一个流派一个流派，你不用是建商你也可以去拼都更。台北市、新北市很多老公寓也就是因为它的都更价值，那卖很高、卖很贵嘛，我们常常看到这样。OK， 可是我会说，年轻朋友不要去拼都更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尤其我们又在高雄，不会有建商青睐要去帮你整合都更高雄还不到那个时候，所以说以高雄来说，不应该去这样子做。我怎么看都更这件事情？我认为那个是有钱人的游戏，就是说买农地可以致富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嘛。好，那你就去买，那个又租不掉，那个又要缴税，又要干嘛？虽然你可以挂农保，就你会有一笔钱卡在那边非常的久，那个久应该都是10年为单位这样子在卡的。换句话说，你就是有闲钱你才来做这件事情。比方说有1000万现金的人他卡100万在股票那边，他不会痛，他不会影响生活。那如果你有1亿的人你卡个1-2千万在土地，你不会怎样的情况之下，你要做你再去做。同理都更也是一样那如果你要做都更的话，那你干嘛不直接做土地就好了？对那出来是倍数虽然我知道国土计划法有些更动，这个又有分就是土地不好持有就不好养你养土地是累的那你养房子是简单的，就给你贷8成。
如果你有那个首购制的话，贷8成、贷5成、贷3成，然后那个还款时间又超级长，中间又会有租金收入，会有这个差别。我真的是建议你有超级多的闲钱，你再来考虑这件事情比较合理哦，真的是比较合理。然后屋龄45年的房子没有都更的机会，这件事情叫所在多有。我再说一次哦，45年在市场中都还在热络的交易，就不会有什么都更的机会。所以屋龄30几年哦，除非它是危老，就是我们说钢筋海砂辐射，否则在我看来那些房子都很好啊，都叫当打之年啊。你不要以为30年的房子很老。市场中多的是45年的还在住人的公寓华夏电梯大楼，透天那个50、60年、70年的所在多有。尤其我们又是在高雄高雄这边建商不会去给你都更的了，干嘛？那个从化区又大又方正，甚至像美术馆特区这边，还有大概1/3的土地还没盖呢，他干嘛去整合那个？对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你闲钱足够的多你放在那边不会痛那你要做都更你才去做。我很早以前就拍过影片，就你做都更数钞票应该不是你应该是你儿子、你女儿那一辈的，那也可以，你就把它当做是一种财富传承，再去做就好。这就会有很多细节的考量，比如说，如果你是要来拼都更的那你就不要去贷款了，原因是你让一个10年、20年后才会发生的一个效果，然后去吃掉你的首购席位吃掉你的二屋席位，这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嘛？所以就是这样。真的是钱多再去弄。我们这种年轻人中产阶级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就是还是去做重大建设附近的增值就好了，这样也快很多啊。房子放满5年，到第6年第一天你就说房子放6年了那重大建设落成怎样怎样了，那个的周转其实会比都更快非常的多我们应该要先累积资产，要先做这种东西比较合理比较合理，而不是说你那30几岁你要不要等都更拜托你那边等继承啊，继承到了以后被都更啊，这个几率还比较大。你不要那边这年轻力壮好手好脚，你那边用自己存的钱那边拼都更，这不是年轻人在做的剧本，这个是钱多到满出来的老人随便买了们压着，他可能就买了5个，都说会都更的，然后就慢慢等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就这样，然后全部都给他签那个社会住宅包租代管就。都更的王者是这种人啊，不是那种汲汲营营然后你 all in 了你的身家，你也只做得了一间，那你要他都更如此完美很难啊，真的很难。所以我不建议年轻人以拼都更为目标下去做房地产的自产，等老了再说好，再来要看这张图，这个是我们高雄的图。好，这个图是什么？你看它标题：高雄市实施环状轻轨增额容积地区。环状轻轨 C36、C37 站范围图，给了比例时1/8000。OK， 好，然后你再看它右下角，它右下角字比较小，我念给你听。首先蓝色的实线写的是捷运轻轨场站半径400公尺范围，粉红色的是捷运轻轨场站半径800公尺范围然后蓝色的虚线的话是增额容积上限为基准容积 30% 地区，增额容积地区为基础容积的 15% 地区。换句话说，会被都更会被建商青睐的房子早就决定了。你不用那边听中介听市场那边乱讲说什么这以后会都更，那个以后是多久？为什么很多中介就学艺不精，就在那边听人家乱讲，然后就在跟客户这样子就不负责任的讲。我告诉你，会被都更的房子早就确定了，早就确定了。这个东西是国策就是奖励容积政策TOD 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不要大家都有挤到南京东路，20年前的南京东路在那边上班，然后再跟我说会塞车，他们要怎样？因为那时候大众交通运输工具还不好嘛，大家开车、骑车、搭公车，我通通都塞在南京东路。现在是塞在内湖啦。好，那 TOD 是什么？ TOD 就是说我这里有一个交通的站点你附近你看它有写400、800公尺范围里面，我会给你奖励容积。如果你来做开发的话，好，那就是建商会青睐这种房子然后你看这张图圈起来的地方，你要不要去数一下？这个 C36、C37 跟欧万站，这个高雄上 Google Map 都找得出来你要不要看一下这边已经圈进多少老公寓了？对啊。好，那你要找哪一圈？我当然要找蓝色圈里头的为什么？因为它在400公尺里面，它奖励容积 30%， 按内力怎样咯？所以会被都更的房子早就确定了。你要去找这张图的话，叫做我看一下，这叫做实施范围图册早就确定了。就房地产没有什么
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秘密，你知道吗？就这样啊。如果要被都更，建商一定先从这里的房子开始调，不然嘞，才有奖励容积啊。你就去看嘛，就是看这边的老房子嘛，哪些你买得起，你不是爱等，你爱等你就试试看啊。哦，而不是说你去听人家乱讲说，哦，这个房子以后会都更，为什么？它有在捷运或是轻轨的站场半径的400或800公尺内吗？它是400公尺内比较好的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个中介为什么说这以后会都更？它是围绕吗？它海砂钢筋辐射吗？对啊，你个对自己的钱负责，你去弄清楚哦。都更不是我的专业，可是你看，就我这边查一查，我也是查得出这些东西啊。你真的要做都更，要趴那么久的钱哦，真的是功课要去做一下。你不知道怎么做，你问 AI 嘛，就这样哦。好，所以你再认真看一下这个图，它被圈起来蓝色的部分已经有老公寓了。对啊，好，那接下来怎么挑？你去看这些老公寓嘛，有没有在卖的嘛？还有什么？就是它门口的路有没有到8公尺？我觉得6公尺太窄，那个我们通常叫6米巷哦，或8米或10米，能10米最好。那个跟以后如果他要敲掉，他要拉大楼，要拉建筑线，这个有关系。我觉得6米都太极限了，6米拉华夏差不多吧。那建商要弄就是弄大楼啊，它的利益最大，所以你就要去研究说，反正都更大概就是这样，你就要它圈起来的地方，然后怎么样？它门口的路是大条的，你不要像一些公寓窄巷，有没有？就4米巷，4米哦，然后还被停机车，那个车子都开不过去的，那个就不行。或是你那是后面，你前面的话有到8米、10米路，哦，那他们可以拉建筑线，大楼的大门可以开在那里，否则哦。我觉得6米都蛮悲的，蛮极限的。你看能不能弄到8米、10米？高雄还很多哦，高雄真的很多，三民区啊、凤山啊很多了。如果你要等，你就等这个啊，政府都直接画圈圈给你了。它真的是画圆形的圈圈，真的是400公尺哦，800公尺这样子画。那有得选，我们当然选400的嘛。你相不相信？现在被画起来的这些房子里头，还有一堆屋主不知道他这里是可以被都更的，还有人在卖，你相不相信？对啊，哦，这个就。房地产没什么秘密耶，我觉得你去做这附近的功课就好了。同理啊，好，你看为什么轻轨会放那么多站？你以为嘞？对啊，你以为是便利民众的交通需求？你以为嘞？我们高雄的轻轨很特别哦，有来过高雄玩应该都很有印象。那个轻轨站是不是袅袅小小的，就一个很像公车站这样？它只是套铺轨道。我要表达的是，它建设成本很低，对不对？哦，它不像捷运地下化，哦要挖哦又要干嘛，然后做那个。电扶梯要好几个出入口，里面也要放厕所哦，怎么样？要人在里面上班，轻轨不用，轻轨就是个走铁轨的公车站，等于是这样嘛，对不对？一样适用哦，它一样适用奖励容积哦，这是不是蛮作弊的？对啊，哦，所以为什么轻轨是黑啦？就当然是跟你讲说是民众搭车怎样怎样哦，那实际上是什么？你看半径400公尺的范围里头奖励容积哦，对。那高手怎么做？高手早就在这个轻轨还没开通之前啊，还是交通大打劫，还在施工的时候，附近的人被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啊，就跑去说要买了，他就买在400公尺内啊，不是要等，就要等这种东西啦，知道吗？然后现在一样哦，奖励容积的计划是国策，它不是说只有我们高雄而已，你去看啊，不是有很多台北还要新开哦，三环3线什么的，然后桃园也有捷运要新开，台中也有捷运要新开，都有各自。的奖励容积，你不是要等都更，你就要去赌这种东西啊！哦，按内力怎样哦？所以就是这样，你既然都有了，你就400公尺内嘛，就是400公尺，你可以这样，因为它居然是用地图上直接给你画圆，我觉得这个是好，那就是直线距离哦。你不要说我弯弯绕绕走一走哦，500公尺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你就是给它直线距离在400公尺之内。哦，前面的路很大条，到8米到10米的老公寓，最好是只有4层楼，那个东西稳的，就真的会蛮稳的。为什么？因为建商优先去开发那边，你知道，奖励容积30%，我当然拿那30%，我干嘛去拿那个15%的？这就是你要做都更哦，你去研究一下。即使是你做了这些功课，哦，你也无法实现说什么什么，你今年买，明年就被都更，人家会扛在代机，哦，这也是没有的。连那个很会算的专家，他们都要等很久。所以都更真的是有钱的老人的玩具耶，我觉得。哦，那我只是跟你讲说，这个有奖励容积的事情哦，轻轨的站点会用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要怎样？越多越好啊，对不对？因为明明也没有人要上下车，你管他的，你给他盖下去，为什么？附近奖励容积，这个就是政治方面的考量了，就这样。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支持交通建设。为什么？因为它有奖励容积，这意义在哪里？意义在都更
建商来敲门的几率大很多。就这样，同理啊，你也可以反推说，你手上的房子离最近的捷运站、火车站、高铁站，那机场先不管哦，然后轻轨站、公车站没有，公车站修好，那你差一个公车站，你就要跟人家讲有机，不叫代机哦。最弱等级是轻轨哦，然后再来是捷运哦，然后再来是台铁哦，然后再来是高铁哦。那你看看你家哦，或你持有的房子有没有在直线距离400公尺内？有的话，对不对？对不对？说不定你儿子女儿可以数钞票嘞。那大概就是这样，跟你分享。